我们这个工作坊是近邻公正转型，然后而且是特别把它分开来，就是针对少年也就是中学生，然后以及我们社区的成人，那他们各自研习，然后最后有一个共同发表他们的研习成果，然后形成我们社区论坛。那重点是我们想要趁这个机会形成跨世代对于我们未来3到5年呢，我们在地的近邻公正转型的议题。大家可以想象，2050年你几岁？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大人？以及我们想要活到怎么样的未来？因为是一个学校，我们是发展这边有限的所以我们的陪伴的这个课程也很重要。那也就是说，到底在7、8年之前，这一次的工作坊呢，我们总共有设计了3个场次，不同形式的讨论，透过角色的代言扮演，去理解不同角色在这个近邻公正转型的过程当中，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、困难，以及在转型过程当中，它需要什么样的协助。那这个永续社区它如何发展到2050的时候，是真的变成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共同生活的那个情境，就需要由各位伙伴们，待会你们会进入到一个剧情里面，也会获得一个角色。是一个在赛前上白猪肉的行动。今天当然有几个议题的讨论，总有4个。那一个是比较是大的尺度，谈的是一个街区的概念。那另外还有一个是交通的议题，绿地交通的部分。然后还有一个是比较跟民众更多的生活面、绿消费跟比较是低碳饮食的这一块。那我想这样子的一个不同的切面跟尺度的了解，也是可以让民众更可以知道说刚刚谈到的政策面向可以怎么做。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小组报告的那个时候，就觉得自己也有提供一些意见。最深刻的地方就是小组讨论，然后我们可以拿到角色的那个部分，因为我觉得可以去思考要怎么去减碳啊，那些部分很好玩，尤其是可以以一个特别的角色的方向来思考。我本身有点像是因为工作而来定居在文山区，然后我们组编里面有一些妈妈，有一些是比较资深的大哥，那他们就会提出，比如说对于脚踏车应该要有符合各种不同需求，符合老人、符合幼童的想象。比如说，有一个阿嬷在今天的时候特别一直提醒我们说：“弟弟啊，你一直在讨论绿色运具，但你一直讨论脚踏车，老人怎么办？”所以我也觉得这是公正转型很重要的议题啦。用我们自己的视角，然后感觉看得很全面，但好像都会有一些很重要的视角会遗漏这样。经由今天这样子一个工作方案，让我觉得，身为一个公民，应该是有可以发挥他参与还有发想的地方。2050，我大概39岁。我刚好38岁。我41岁。就是觉得27年后要达到零碳排，其实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。觉得要大家同心协力才可以达成这个目标。就需要所有人都要有所行动。希望可以不要离开地球，然后让地球继续存活下去。也就是要再多做一些关于环保方面的东西。我也想要维持到就是动植物类的种类比较多，然后让下一代可以不只是书上可以看到说原来有这个东西，然后希望整个台湾可以做永续环境的议题，然后继续关注，然后深度的探讨下去。
经过这3次的工作坊，我们看到少年在参与近邻公正转型的一个民主讨论呢，是非常有成效的。然后根据这3次活动所形成的一些近邻公正转型的愿景目标，还有可能的行动方案呢，我们也将持续邀请这些少年，还有我们在地的成人呢，一起来讨论具体可行的方案。希望在2030年，我们的这些少年呢，已经成为我们的近邻公正转型的生力军。